我从睡梦中被腹痛疼醒，捂着肚子坐了起来，脑袋里昏昏沉沉，有些分不清是梦中还是现实。强烈的饥饿让肠子抽搐起来，各种感官又回到了身上。房子里死气沉沉，窗户外晦暗低沉的天空，还有丧尸的低吼声，让我头皮发麻。看到柜子上还未吃完的半包袋装方便面，我走过去打开袋子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之后到窗前，看着街上数不清的丧尸在到处游走，心里盘算着剩下的食物还能坚持几天。忙了半天，我把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清点了下：方便面14包，大米约10斤，腊肉2块约有8、9斤的样子，鸡蛋1板，刚好20个，面条2斤，食盐半包，桶装水1桶，省的话应该可以坚持1个月左右。食物有了，现在就该考虑安全问题。我家原本是一栋老房子，后来拆迁分到了这套房子，住在2楼。而这房子房顶的使用权当时是给我家的，钥匙也只有我家有。老爹之前都在房顶养些花花草草，现在也荒废了。或许以后可以用它来种菜，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要把现在的房门都加固一下，以防万一。随后我便拆了几把木椅子，把那些木头用锤子钉在了门边的墙上，这样一来，房门就加固好了，对我开门没什么影响。如果丧尸从外面推门的话，就有这几个挡板增加阻力。忙完后，我又来回徘徊着，想着这店货水暂时不缺，2座水电大坝应该还能运行几个月，网络应该用不了多久就该断了。再去下载些资料，在家多学些有用的，增加自己的生存机会。想到这些，我便开始了行动。我尽可能多的查阅和下载相关生存资料，可回过神来，刚吃的半包方便面好像已经消化完毕，饥饿的感觉更加强烈。我强迫自己不去看桌上剩下的方便面，食物已经不多了，必须去找一些可再生的食物。窗外楼下的丧尸还在四处游走，偶尔还能看到住在附近的熟人也在其中。街上布满碎玻璃、撕碎的衣服，还有零星的白骨，各种垃圾，还有烧成空壳的汽车。我内心在不断挣扎，到底要不要出门？为了能生存下去，我还是向现实低了头，决定出去寻找一些物资。但赤手空拳对付丧尸肯定是不行，而家里也没什么现成的武器，只有以前装修留下的大锤和追兵铲之类的东西。通过刚才搬运装备的重量来说，这大锤属实太重，这玩意耍个4下还行，多了就受不了。随后我拿着工兵铲试了下轻重合适，又在客厅里演练了几下，找了找感觉，觉得差不多了，就准备出发。我朝着门上的玻璃看了出去，计划先干掉楼梯口丧尸，因为这是我出去的必经之路。接着再去房顶，那里视野广阔，能看得更远些，顺便看看那块地还能不能种植一些东西。等他离我的门越来越近，我迅速打开门，用工兵铲朝丧尸拍去，丧尸瞬间一命呜呼。紧接着我便朝楼上跑去。到达楼顶后，引入眼帘的是一片肥沃的土地，看起来还不错，能用来种菜。紧接着我环顾了四周，才发现这楼顶除了这块土地还有些使用价值之外，再无其他能使用的东西。好在这屋顶周围都被铁网围了起来，看样子是比我现在所住的地方安全。若是我的房间哪天不幸被攻破，这楼顶便是我生存下来的不二之选。如果现在开始建一个避雨的地方，再制作一些基础的工具，我生存下来应该有很大的希望。现在就缺一些制作的材料，还是尽快建成比较安全，毕竟这水电供应也不知会不会出现什么其他问题。现在就出发寻找材料吧。接着我便下楼开始寻找材料。到楼下后，我躲在巷子里观察着丧尸的动向，可眼前的丧尸实在太多，光凭我手中这把铁铲的话，出去之后肯定凶多吉少，得想个办法把丧尸引开，或者找个东西隐蔽起来再慢慢移动。
可以现在的条件，想法丧尸引开肯定行不通，毕竟我也没什么用饵，只能试试第二个方法了。随后我转身看到身后有一堆茂密的草丛，正好就地取材，不一会一个移动隐蔽物就做好了。我抬头看了看四周，虽然我也不想当老六，可在实力不允许之前，还是慢慢走过去吧，但愿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。接着我往丧尸比较少的地方慢慢摸了过来，这地方看起来十分破旧，不过这些建筑的形态整体都保持的比较完整，只是外墙有些破损，内部应该会有不少有用的东西。心里想着，我便继续往前推进。突然我发现前方有一团草，好像也在移动，于是我紧盯着这团草，想看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只见这团草慢慢移动着，最后从那破洞里钻了过去。这时的我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激动，如果草团里是一个人的话，那将会给我带来巨大的希望。要知道，自从丧尸爆发的1个多月以来，我可从没见过活人。随后我便跟了进去。进入房间后，我开始自我怀疑，整个房间里除了一张沙发之外，空无一物，刚才看到的草团也不见了。我来回走动，四处观察着，难道是太久没出门出现了幻觉？可是我刚才明明是跟着那堆草进来的啊。随后我感觉这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，这明明是一栋废弃了很久的房间，为什么会如此干净？只有一种可能，这房间经常有人来，而这房间里空无一物只是假象，墙外破洞就是故意让别人看清这房间里的东西，打消进入这房间的念头。若还是有人进来了，也不会打这沙发的注意。毕竟这样一个庞然大物，没有人会冒险把它搬走。要知道，在这丧尸遍地的地方，拿着玩意出去，无异于是去送死。所以根据我的猜测，这沙发下面应该有个密道。随后我放下铲子，开始推动沙发，不一会密道便显现了出来。我内心又惊又喜，看来确实还有幸存者。我从楼梯下来后，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四周，我的心情愈发激动，这地方肯定住着人。等我走到楼道口时，被眼前这一幕吓呆了。只见一个人拿着武器朝我走了过来，随后他开口说道：“你跟踪我干什么？谁派你来的？你有什么目的？”我被老头这3连问弄得一脸懵，赶紧解释，谁知老头不但不听，还拿着喷子步步紧逼，我连连后退，生怕这一不小心擦枪走火。随后老头拿出遥控按下，大屏幕就出现了画面，看来那个房间有监控，我一举一动都在老头的掌握之中。我还想再狡辩一下，可老头示意我往里走，赤手空拳的我只能照做。随后我被带到一个房间内，只见墙上一排排武器格外显眼。这时老头开口说道：“选一把武器，准备上路。”听到老头说的话，我心里一颤，心想我不就出门找个物资，怎么连小命都要弄丢了？见我没动静，老头又戳了戳我说道：“再不选我就开枪了。”没办法，我只好过去随便选了一把武器。当我再次转身时，老头已经不见了。我一时没搞懂老头是什么意思，他不是要把我干掉吗？怎么走了？不管了，保命要紧！我赶紧朝出口跑去。出门后，只见遍地的丧尸尸体，看样子这里之前是爆发过战斗。我紧握着手中的武器，慢慢的朝家的方向走着。突然，远处一辆车朝我这急速驶来，而这车后面好像跟着大批丧尸。随后这车停在我跟前，我没有多想，迅速爬上车，只听轰的一声，这车又疾驰而去。等我回过神，才发现开车的正是老头，而这目的地也不得而知。整个世界好像瞬间变得安静了，只剩下车后的丧尸还在疯狂的奔跑着。汽车开了很久，一路上只能看到各种垃圾和尸体，整个城市没有丝毫生机可言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腐烂的臭味，终于我忍不住开口了：“我们到底要去哪？你让我拿枪又是要干什么？”随后老头说道：“既然已经带你过来了，那就不瞒你了。过了这里，前面应该就是之前废弃的军事基地了。我前段时间也调查过，这军事基地里应该有幸存者和大量物资，但是那附近有一个丧尸的巢穴。
里面有数不清的丧尸。我这次回基地本来是准备带上武器过去搏一搏，没想到刚进去就从监控中看到你下来了。一开始我还以为你是 F 军团的人，后来从你的口音中听出你并不是，我这才把你带过来。毕竟多一个人就多一个帮手，说实话，凭我一个人的力量，想要拿下这基地确实很困难。随后我询问老头 F 军团是什么东西，老头皱了皱眉，说道：自从丧尸爆发以来，南市区一些邪恶的人自发组织了这个团体，名为 F 军团。他们比丧尸更可恶，不仅挨家挨户搜刮幸存者的生存资源，而且对一些手无寸铁的平民施于暴行。越是在这困难时期，这些人的真面目越是暴露无遗。比丧尸更可怕的就是人心啊！我回味着老头说的话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。可现实就是这样，在这环境中，大多数善良都被泯灭了，活下去才是唯一的选择。突然前方出现了一座断桥，可能是我们对话太过入迷没有注意到，但此时的速度已经来不及刹车了。只见车子冲了出去，一跃而起，随后重重地砸在地上。老头再想启动汽车，无奈汽车根本发动不了，而这巨大的声响也把附近的丧尸引了过来。老头看了看我，说道：拿上武器，准备战斗。随后我和老头拿着武器对丧尸群疯狂扫射，可丧尸越打越多，很快我们的子弹就打完了。就当我以为我们要成为丧尸的一员时，前方的丧尸群不知被从哪打来的火炮全部炸飞。上集说到，在我们即将被丧尸围殴之际，不知从哪飞来了一颗炮弹，救了我们一命。这突如其来的爆炸给我弄得一脸懵逼，眼前的丧尸虽已没了踪迹，可老头的车看起来已经报废了。那团烈火便是最后的倔强。反观老头这边，看似淡定，可脚下那滩液体已经说明了一切。不等我们回过神来，地面紧接着就传来了震动。放眼望去，我们的正前方正有一个庞然大物朝我们驶了过来。我不确定刚才那炮弹是否跟这玩意有关，不过随着它离我们越来越近，整个面貌展露无遗。我可以确定，就是他救的我们，而我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。随后从车上下来了一个人，而这人脸上有一个 F 字样。我和老头顿时心里一惊，难道他是 F 军团？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下车后，这人对我们说道：你们好，我是 F 军团的黄毛，刚才听到这边有动静，就过来看了看。你们俩没被丧尸伤到吧？听到黄毛的话，我俩也是一脸懵。他脸上那个 F 字母那么明显，怎么跟我们说他是 X 军团的？他到底有什么目的？随后老头问道：我可从没听说过 X 军团，你脸上明明写了个 F， 你肯定是 X 军团的人，你想干什么？黄毛听后无奈的说道：我这脸上的 F 是一道退不去的伤疤，前段时间我的家被 F 军团搜刮，因为没搜到食物，他们就对我一通暴打。离开的时候还用烙铁把这个字母永远留在了我的脸上。他们走后，我实在受不了这样的屈辱，就打算离开这个世界。好在我被 X 军团发现了，他们收留了我。至于你为什么没听说过 X 军团，我只想说一句话：有多少善良会被歌颂？我们虽然帮助过很多人，可几乎没人会记住我们，哪怕是救命之恩，也没人会记得。就像你们一样，上一秒我救了你们的命，下一秒就用枪指着我。听到黄毛的话，我们也是深感愧疚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冲出来大批人持枪朝我们射击，我们三赶紧上了车，一脚油门便扑了出去。上集说到，就在我们对黄毛的身份产生怀疑时，突然冲出大量暴徒朝我们射击，随后我们驾驶战车逃之夭夭。上车后，黄毛脚下的油门就没松开过。对于我和老头这两个初来乍到的人来说，或许只有黄毛最清楚这里的情况。我开口缓缓问道：这些人是谁？为什么要杀我们？随后黄毛说道：他们就是我跟你们提到的 F 军团。不久前我发现这边有个废弃的军事基地，后来我回去报给老大。等我们过来的时候，这基地已经被 F 军团占领了，门口还有很多持枪守卫。无奈我们的人手太少，装备也不够精良，
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里面的幸存者和物资被他们占为己有。之后我们挖了一条地道混进去了，救出了几个幸存者，可没多久就被发现了。我们 X 军团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杀了，整个 X 军团就剩我一个人了。混乱中，我便开着基地内的这辆导弹车冲了出来。不过我不甘心，这仇我一定要报回来。之后每天我都会开车过去寻找机会，可一直没找到好时机。就在这时，后面的 F 军团也追了上来，用机枪疯狂扫射着我们。车外漫天枪声令我头皮发麻，我赶紧询问黄毛该怎么办，毕竟我和老头的枪里已经没了子弹。只见黄毛淡定地说道：放心吧，这可是末日战车，全身防弹，就这点火力根本威胁不到我们。现在最致命的问题是这车快没油了，再不解决这群跟屁虫的话，等他们的大部队过来了就麻烦了。他们手里可有比我这导弹车更强大的武器，生化武器。说着，黄毛便用手按下了一个红色按钮，紧接着2发导弹就飞了出去。只见导弹在空中转了几圈后，直奔 F 军团而去。瞬间，那一辆辆车就成了废铁。我看着窗外发生的一切，内心震惊不已。随后，黄毛自言自语道：晦气，最后的2发导弹居然就这样浪费了，看来得回去让博士加班赶制弹药了。上集说到，面对 F 军团的挑衅，我们无奈发射导弹将其摧毁后，我们便往基地开了过去。许久后，我在车上向外看去，能看到远处有一片用铁栏围起来的基地，而基地内还有站岗的哨兵，看起来十分专业。我心中有一丝惊慌，便向黄毛询问前方的情况。黄毛淡定说道：放心，那都是我们的人，前面就是 X 军团了。虽说我们武器装备不如 F 军团，不过加入我们的人都非常有魄力，每个人都有视死如归的精神，就算 F 军团杀过来，在精神上我们就已经赢了。之后我们便顺利进入了 X 军团的大门，直奔博士的研究所。进入研究所后，只见各种各样的机器在不停运转，正中间的绿色罐子里还有一只丧尸被浸泡在里面，看起来已经在里面有一段时间了。随后黄毛对博士说道：博士，我回来了，今天本来打算继续搜集兵团有关生化武器研究的情报，可途中遇到了他们被丧尸围殴，于是我便发射了一颗导弹将他们救下。谁知这爆炸声引来了 F 军团的巡逻兵，我们下车便逃了回来。可惜中途又浪费了2颗导弹，现在导弹车已经没有弹药了。博士听后皱了皱眉说道：虽说我已经完全掌握了弹药研制的技术，可材料和生产机器更为重要。你小子这么快就把弹药用完了，你是想以后用拳头跟 F 军团和那些已经暴走的丧尸决一死战吗？现在我生产出1枚导弹的速度最快也得3天，还需要加班赶制，可谁也不能保证3天内 F 军团不会发现我们的基地。我思来想去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炮轰F 军团占领的军事基地，先下手为强。黄毛听后一脸震惊地说道：里面还有被抓的幸存者，炮轰的话，整个军事基地都会爆炸，所有人都会丧命。博士听后邪魅一笑说道：放心吧，我最新的研究已经成功，可以让丧尸拥有智慧，并且听命于我们。正好我们还有几台小口径火箭筒，到时候在他们门口放炮把他们引出来，等他们来追杀我们的时候，另外的人再把智慧型丧尸放进去，让丧尸帮我们控制军事基地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上集说到，博士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最新成果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便带着装备往 F 军团占领的基地赶了过去。按照计划，我们兵分3路，我和黄毛一组在导弹车里观察情况，负责指挥其他小组的作战行动。另一组由老头和驾驶员组成，毕竟老头年轻时是雇佣兵，对这些武器的使用比较熟悉，由他负责火力输出再合适不过。而最后一组可以称为丧尸部队，由狗蛋开车将他们运送到指定地点，等待我和黄毛的指令进行投放。F 军团内，只见老大红毛和下属在交谈着什么，
全然不知危险已经靠近，可从他们脸上的表情来看，应该是在庆祝着什么东西。只见红毛转头对手下说道：干得不错，离我们统治这片区域的伟大事业又近了一步。既然这防御工事已经完成，后面就按照计划行事吧。另一边，我和黄毛已经到达预设的地点，正在观察着 F 军团的动向。随后黄毛说道：奇怪，F 军团每天都会有人在周边巡逻啊，怎么今天空无一人？难道他们知道我们今天的计划，想给我们来一出空城计吗？经黄毛这么一说，我也感觉到了不对劲。毕竟黄毛之前每天都会到军事基地晃悠，F 军团应该都会有所准备。怎么今天一改往常的作风，连半个巡逻兵的身影都见不到了？另一边，老头也早已隐藏在军事基地附近的树林中，一直等待着发射指令。可司机一直没接到黄毛的电话，没得到消息，老头也不敢轻举妄动。眼看手机一直没动静，司机还以为我和黄毛这边出事了，便主动打来了电话。我还在仔细观察着，只听见黄毛接起电话，随便说了几句，最后给到的消息还是让他们进行发射。得到指令后，老头毫不犹豫的扣动扳机，可火箭弹刚飞出去，没一会便被击落了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心里大吃一惊， F 军团的防御系统居然这么强，连反导拦截技术都已经开发出来了。看来想要消灭 F 军团没那么简单。上集说到，老头发射火箭炮却被 F 军团反导拦截。我们正准备报告博士，这时车外传来了子弹扫射的声音。很显然 F 军团发现了我们，黄毛一脚油门就冲了出去。另一边，老头见火箭弹被拦截，紧接着又发射了一枚，可结果毫无疑问又被拦截。老头无奈放下火箭筒，此时2发弹药已经全部用完。突然前方射来2发子弹，一颗正中司机头部，司机当场毙命，另一颗打在了老头的手臂，老头重重摔倒在地。随后 F 军团围了过来，将老头抓了起来。另一边，狗蛋已经悄悄来到军事基地后方，成功将丧尸投放了进去。丧尸按照原定计划朝红毛的基地里走了进去。进门后，走廊里空无一人，突然上方的机关开始向下喷射火焰，而丧尸群还是按照原定路线继续推进。随后另外一个机关又释放大量火焰，丧尸群瞬间没了动静，最后只剩下了一具具焦尸。军团某监狱内，只见老头全身被绑了起来，正对面还有一只丧尸在疯狂的朝他这边走着，还好有绳子牵制，一时半会应该是安全的。而 F 军团的老大红毛也在对老头说着什么。机会我给你了，就看你能不能把握住了。你现在只有2条路可以走，一就是你带我们去找 X 军团，我要把他们都抓过来喂我的丧尸，正好我养的丧尸大军已经很久没吃东西了， X 军团的所有人都喂他们的话，应该够他们塞在牙缝。第2条路就是你可以选择什么都不说，不过我身后这丧尸身上的绳子应该用不了多久就会断裂，到时候我可什么都帮不了你，或许我可以在门外给丧尸加油呐喊哦。老头听后面无表情，淡淡开口说道：就算是被丧尸杀死，我也不会告诉你这无耻老贼任何有关 X 军团的消息，我劝你死了这条心。红毛听后哈哈大笑着，就好像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中一样。上集说到，我们占领军事基地计划失败，博士研究的智慧型丧尸惨遭团灭，老头也被 F 军团囚禁了起来。我和黄毛回到研究所后，把 F 军团反导防御系统的事告诉了博士。随后博士开口说道：果然他们还是经不起考验，看来他们已经把手里掌握的技术都交给 F 军团了。我有点不明白博士这话什么意思，便向博士问道：他们指的是谁？为什么说把技术交给 F 军团了？博士沉默了一会，随后开口说道：不瞒你说，整个世界变成今天这末日般的情况，其实是由我们引起的。丧尸病毒爆发前，
我们还在按照上面的要求做着实验，全然不知这场危机的到来。我们在全球各地都设有实验室，而这座城市只是总部的一个分区试验地。红毛便是这片区域实验的负责人，不知他是早已预见这一结果，还是其他什么原因。从这生化实验刚开始的时候，他就抽调了一半的研究人员，负责研究各种防御技术。丧尸爆发后，他便控制了整个实验室的研究人员，之后又去招募了一些幸存者来为他工作，建立了自己的军团。可随着 F 军团的成员越来越多，食物逐渐见底，他便带领着招募过来的成员开始挨家挨户搜刮食物，途中会遇到一些幸存者，可他也毫不留情进行搜刮。预搜的人运气好的话会被暴打一顿，运气不好的话可能就被红毛喂食给丧尸了。之后我实在受不了他这残暴的行为，就在夜里偷偷跑了出来。其实我逃出来之前也找过其他研究员，可没人敢跟我一起逃出来，毕竟出来后能不能活下去还是一个未知数。没办法，我就自己逃了出来。后来我便组建了 X 军团。听完博士的话，我十分震惊，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是由博士背后的人引起的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一看是老头打来的，我便接了起来，谁知里面传来了一个陌生的声音。老头在我这跟丧尸玩的可开心了，如果不想见到他的尸体的话，明天一早过来见我。哦，对了，别忘了带上那叛徒博士。说完后，红毛就挂了电话，剩下我们三愣在这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上集说到，红毛用老头的生死相要挟，无奈之下，我们不得不妥协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便朝 F 军团赶了过去。一路上，整个气氛都很奇怪，没有一个人说话，各自好像都有很多心事，可没一个人开口。终于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开口问道：为什么我们不把所有人都带过去和他们拼一把，说不定还有赢的机会，就这样赤手空拳过去不就是送死吗？更离谱的是，你居然连一把枪都不让我们带，这不就是摆明着任人宰割吗？博士听后无奈地说道：比起你们，我可太了解红毛了，这人十分阴险狡诈，以我们现在的实力，真跟他们硬拼的话，我们 X 军团的所有人很可能被团灭，而我们的人中很多老弱病残，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公平，所以我们没必要冒这个险。我现在手中还掌握这些技术，红毛不会轻易把我们杀死，过去之后只能随机应变了。不久后，我们便到达了 F 军团。正当我好奇里面怎么空无一人的时候，这时前方 F 军团的巡逻兵走了出来，之后我们便被带到了红毛的办公室。红毛此时还在办公室里盯着监控中的大屏幕，意犹未尽。我们过来后，他转身对我们说道：你们还真别说，这老头挺硬气，死都不告诉我你们藏身的位置。今天叫你们来呢，也没有别的意思。人世间最痛苦的事，莫过于亲眼看着自己人承受那巨大的痛苦。随后，红毛将监狱中的机关打开，只见一把火朝丧尸脖子上的绳子那喷了过去，紧接着束缚着丧尸的绳子被烧得一干二净。只见丧尸发了疯似的朝老头奔了过去。看到这一幕，我们都慌了神，可一切都已经晚了。没多久，老头便没了动静，而红毛却愈发兴奋，转身对我们说道：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，今天给你们三一个机会，带我去你们的基地，若是不答应的话，下场会比这刀老头更惨。我已经研制出更强的变异体了，给你们一晚上的时间好好考虑，我可不介意再看一场精彩的战斗。当然，若是真有下一场的话，那可远比今天这场精彩。上集说到，老头惨遭毒手，红毛用变异丧尸相威胁以获取我们基地的位置。另一边，我和黄毛已经被关进了老头之前的牢房内，地上的血渍还依稀可见，空气中弥漫的臭味令人作呕。这时黄毛开口说道：早知道我们来了老头也会死的话，就不过来了。现在好了，我们把自己困在这里了，若是说出了基地的位置，那 X 军团所有人都得死，若是不说，我们又得死，真是很难抉择啊。听黄毛这么说，我也是气不打一处来，随后说道：
老头是因为我们而死的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再说了，以红毛的尿性，你真觉得你说出来之后你就能活吗？你忘了他怎么对待老头子了吗？另一边，红毛和博士正在说着什么，只听博士说道：“如果你答应放他们走的话，我会把我掌握的技术都交给你，并且一直在 F 军团工作下去。我想你应该知道，我已经掌握了可控制的智慧丧尸，用这项技术跟你换2条命的话，应该不算多吧？”红毛听后哈哈大笑了。你那智慧丧尸说的难道是之前被我那火焰机关烧成灰的东西吗？哈哈哈，不是我说，你那玩意对我来说毫无用处。既然话都说到这了，让你看看什么叫做高阶丧尸。随后红毛用遥控器把监控画面切换到另一个房间，只见一只体型硕大无比的丧尸在监狱内来回跑着，整个房间都震动了起来。初步看上去，这丧尸应该有4-5个人那么高，而他四肢上健硕的肌肉令人胆寒，再加上那巨大的拳头，这玩意简直就是个战争机器。虽然体型庞大，可他看上去却十分灵活。若是真把他和人放一起的话，那画面简直是惨不忍睹。看到这一幕，再想起老头临终前的画面，博士无奈对黄毛说道：“我答应你，明天你就跟我们去基地吧。”红毛听后转身说道：“不错，算你小子识相，明早启程。看来还真是一切真理都在实力范围内。”上集说到，红毛亮出高阶丧尸，博士无奈妥协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便往基地过去了。整个车队由2辆装甲车开路，中间便是红毛的座驾，我们仨和红毛都在里面。而这座驾后方又紧跟着2辆装甲车陪护着，最后便是一辆运输着上百人的大货车。看这阵仗，F 军团拿下我们基地势在必得。另一边，狗蛋已经接到我的指令，正带着所有 X 军团的人往另一个方向赶去，一场生存之战即将打响。那一晚，我和黄毛争吵过后，黄毛就早早睡了过去，仿佛早已忘记了生死之事，而我也在苦苦思索着该如何是好。全然不知另一边博士已经答应了红毛的要求。这时门口突然传来了动静，我抬头看去，只见门上的机关缓缓打开，随后一张可爱的脸庞出现在我眼前。只见他朝里面望来望去，随后开口问道：“你们是 X 军团的人吗？”听到他的话，我赶紧站了起来，对他说道：“不错，我们是 X 军团，你是谁？有什么事吗？”我是已经答应我哥哥的要求了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以我哥哥的脾气，明天过去之后 ，X 军团所有人都会被他杀死。我来找你是想看看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避免这件事发生。他已经做了太多错事了，我不想看他再继续错下去了。听完他的话，我大概明白了，她是红毛的妹妹，可想要阻止他哥哥红毛的计划，肯定不可能。我来回抖动着，思考着解决办法。若是阻止不了红毛的行动，干脆就来个将计就计。曾经一位伟人提过一个换家的办法，这次正好让我们用上。既然红毛非要 X 军团的人死，那就让 X 军团所有人明天直接往 F 军团赶去。等明天红毛启程，那时 F 军团将群龙无首， X 军团全部兵力压过去，即可夺取 F 军团占领的军事基地。之后我便借用他的手机给狗蛋打了一通电话。上集说到，我打电话给狗蛋，告诉他了换家战术。第二天一早，所有人便开始了行动。红毛往 X 军团驶去，全然不知另一边狗蛋也带领着 X 军团所有人往 F 军团赶去。而红毛走的这条路上早已经被设下了陷阱，剩下的就是等待 F 军团的到来。眼看离陷阱越来越近，只见2辆装甲车率先驶过，地上的地雷瞬间被引爆，2辆装甲车也成了废铁，而后面的车由于速度太快，来不及刹车，也接连撞在了一起。紧接着3发导弹从天而降，精准落在了除红毛座驾以外的3辆车上，瞬间3辆车全部报废。随后从后方草丛中冲出上百名 X 军团的成员，将整片区域团团围住。
红毛下车看到整个场面，身体不由颤抖了起来，嘴里自言自语道：“不可能，我的计划没人知道，你们所有人的通讯设备都被我没收了，怎么可能提前准备好这陷阱让我跳？知道这件事的人只有妹妹芳心，难道是她？”听到红毛的话，我们仨也驾车走了过去。随后我把那天晚上的事告诉了红毛。红毛听后重重的跪倒在地，也不知他是为计划失败而感到悔恨，还是为那些被他害死的人忏悔。之后红毛便被我们一起带了回去。眼下我们已经成功占领 F 军团，可还有更为重要的事情得尽快处理。我们不知道红毛到底培养了多少丧尸，也不知道丧尸具体被关押在哪些位置，得从红毛嘴里问出这些东西，尽快消灭掉才是。随后我开口说道：“一切都已经结束了，若是你告诉我们有关那些变异丧尸的所有信息的话，以前的事我可以不再追究，也会还你自由。若是你不配合的话，虽然我答应过芳心不杀你，不过你也就只能在这里待一辈子。”只见红毛沉默了一会，开口说道：“我答应你们，可是告诉你们这些事情之前，你们得答应我一个条件，让芳心跟我见一面，我想跟她谈谈。若你们答应我这个要求的话，你们想知道什么事，我都可以说。”上集说到，我们成功占领 F 军团，红毛被捕。面对我们的要求，红毛却提出了一个奇怪的条件：“我想和妹妹见上一面。”对于红毛的要求，我们也没办法给他一个肯定的答复，我们只好找到芳心征求他的意见。之后我便把红毛的话给他复述了一遍，随后芳心开口说道：“虽然我不知道哥哥有什么目的，可我能肯定他不会害我，这一点你们可以放心。从小到大他最疼我了，甚至比爸爸妈妈还疼我。”听到芳心的话，我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，随后便把他带过去见红毛了。红毛看到芳心后开口问道：“是你把我的行动告诉他们的吗？”芳心听后低下了头，随后说道：“你做了太多错事了，该停手了。你为自己的私利害死了多少无辜的人，我不想再看你继续这样下去了。你把有关丧尸的一切事情都说出来吧，这一切都该结束了。”红毛听后怒吼道：“你真以为我不做这些事就没人做了吗？如今我辛苦建立好的基地也没了，就连你也背叛我，那活着也没什么意义了，全都去死吧！”说着，红毛按下左裤兜里随身携带的自毁开关，瞬间整个房间被上面爆炸的冲击波弄得震动了起来。我们赶紧朝外跑去，出来后外面早已被炸成了一片废墟，只见遍地尸体和一些还未死透的丧尸。我暗自感慨，还好我们之前所在的监狱是地下的，捡回了一条命。此时我们躲在早已被炸毁的建筑后面瑟瑟发抖，可之前监狱里的红毛早已不见。突然红毛从右边跑了出来，手上还拿着2把冲锋枪对着丧尸扫射，可红毛的子弹对这高阶丧尸好像并无用处，而这丧尸也被红毛激怒了，朝着红毛就冲了过来。此时红毛被眼前这一幕吓得呆在了原地，只见这丧尸高举双拳，随后重重砸在红毛身上，红毛当场毙命。上集说到，红毛被高阶丧尸活活砸死，周围遍地的丧尸也将我们困在了这里。面对眼前的情况，我们也不敢轻举妄动。刚才红毛已经用生命给我们做了警示，显然在高阶丧尸面前，我们毫无反抗之力。目前我们唯一能做的事，就是等丧尸离开后，我们再做行动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天色也逐渐暗了下来。此时高阶丧尸也已经离开，只剩下遍地的尸体和空气中弥漫的臭味。我转头对他们说道：“暂时安全了，大家都去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能用的东西。”话音刚落，芳心就朝着红毛的方向冲了出去，眼中还夹杂着一颗颗晶莹的泪滴。黄毛和博士也朝着人堆里翻找着可用的东西。突然地面剧烈晃动了起来，我抬头看去，只见那高阶死尸又朝我们这冲了过来，肯定是芳心的哭声把他引了过来。来不及想那么多，我赶紧冲过去拽着芳心往另一边跑去。黄毛和博士见状也停下了手中的工作，带着搜到的东西跟着我跑了起来。
丧尸在我们身后不追不舍，我们也只能拼命往前方跑去。随后黄毛开口说道：不行，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。短时间的话还行，时间长了我们的体力根本跟不上。现在就手上这破武器，对他也没什么威胁，得赶紧想个办法了。博士听后说道：这大块头跟他硬拼是不可能的，除非我们能在体力消耗完之前找到一个比自丧尸体型小的山洞，这样就能短暂躲避一下这玩意。若是找不到山洞的话，那就只能试试我之前研发出来的智慧药水了。虽然之前在那批普通丧尸身上已经成功运用了，不过我也不敢确定这药水对高阶丧尸有没有用，只能搏一把了。现在我身上只有这一瓶，而这药水得进入丧尸的嘴里才能发挥作用。可这丧尸这么高，想灌进他嘴里可比找到山洞还难啊！上集说到我们翻找资源的过程中，不幸将丧尸引来，之后我们便被迫和他来了场追逐赛。一段时间后，我们的体力逐渐耗尽，此时前方隐约出现了一个山洞，我们仨用尽全身力气朝里面跑了进去，而丧尸也紧跟着我们扑了过来。好在有这座山帮我们拦住了丧尸的攻击。进入山洞后，见丧尸没有追进来，我们才松了一口气。此时大家都已没了力气，一个个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喘着粗气，肚子时不时发出饥饿的声音。要知道从早上到现在，大家都没吃上过一口食物，再加上这长时间的奔跑，腹部的疼痛感愈发强烈。这时我开口问道：除了这几把武器之外，你们有找到什么能吃的东西吗？红毛听后低头说道：除了这几把枪，其他东西什么都没找到。不过这几把枪里弹夹都是满的，若是这山洞里有小动物的话，那就可以用它来灭点野味，填饱肚子。听黄毛这么一说，我觉得也只能这样办了。毕竟现在如果能吃点东西补充能量的话，比什么都强。随后我开口说道：那就按黄毛说的做吧。我往左边的洞口过去寻找食物，黄毛往前面的洞口过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柴火。博士就留在这里照顾芳心吧，等他醒来后顺便教他如何使用这武器，毕竟我们不可能一直这样照顾他。随后黄毛扔给了我一把武器，我们便开始了行动。我拿着武器朝里面不停走着，可连半个动物的影子都没见到。正当我感到失望之时，远处突然传来了一声猪叫。我定睛一看，只见前方一头体型巨大的野猪朝我冲了过来。我又惊又喜，赶紧举起枪朝它打了过去，子弹正中它的头部，紧接着野猪应声倒地，停止了动弹。我看着眼前这个庞然大物，露出了欣喜的笑容。上集说到，饥寒交迫之际，我幸运的猎到了一头大野猪。看着眼前的食物，我不禁流下诱人的口水。可转念一想，这玩意这么大块头，看起来起码也得有200-300斤的样子，以我一个人的力气，肯定是拖不过去的。只有过去把他们叫过来，在这里起火开席了。另一边，原本昏迷的芳心也醒了过来，正在跟博士学习着枪械的使用方法。黄毛也靠在石壁上，早已进入了梦乡，而他正对面的石头上堆放着不少柴火。此时我也从野猪内赶了回来，对他们说道：大家都跟我过去吧，今晚运气还不错，猎到了一头野猪，应该够大家吃上几天了。话音刚落，黄毛从梦中猛然惊醒，抱起柴火就往洞里冲了过去。其他人看到这情景，先是一愣，随后便笑了起来，之后便跟我朝野猪的位置过去了。到达地点后，我们升起了一堆火，将野猪架在上面烧烤，随后便围坐在一起烤火取暖。此时芳心开口说道：哥哥之前把搜刮过来的物资分别放置在了2个地方，一个便是在军事基地，虽然已经被炸毁了，可是另一个地方的物资应该还保存的比较完好。若是能活着到那的话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生存资源就不用发愁了。听完芳心的话，我的馋虫瞬间便消失了。我紧接着问道：那你还记得去那个地方的路吗？路线我很清楚，以前我跟着哥哥去过几次，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，我们目前连从这洞里出去都成问题。
更别说过去那了。博士听后说道。看来所有希望只能寄托在这瓶智慧药水上了。若是能成功控制住高阶丧尸的话，去到物资地那里应该不成问题。这丧尸的威力我们都见识过，若真将它成功转化，那相当于我们就有一个超级保镖，靠它一路杀到那地方，完全不在话下。此时烤猪的气味随着风飘散了开来，而另一边不知什么东西也开始蠢蠢欲动。上集说到，我们围坐在火堆旁商量着出去的办法，却不知所有的对话都被草丛后的东西听得一清二楚。随后从草丛中闪过一道绿影，我看到后迅速举起枪大喝道：“有丧尸准备战斗！”话音刚落，所有人迅速拿起枪站了起来，朝那边射击。见到这番情景，那绿影迅速躲在了石头后，开口说道：“住手！快住手！我可不是什么丧尸，我是人类！”听到这话，大家不约而同的放下了枪，而此时躲在石头后面的人也慢慢走了过来。随后他开口说道：“这么久了，终于看到活人了。你们好，我叫绿豆，是艾坤集团第23号实验体。因为逃离了集团，怕被抓回去，就躲在这洞里生活，还请你们不要伤害我。”听到绿豆的话，我和黄毛也赶紧围了过来。随后我开口问道：“艾坤集团是什么东西？他们为什么要抓你？”艾坤集团就是这场丧尸病毒的幕后主使，现在他们还在研究更强的丧尸，我就是这次病毒实验的主要实验体之一。他们想让丧尸的速度大幅提升，可目前他们还无法控制丧尸，若是在丧尸身上成功应用的话，会带来不可控的局面。所以他们就用人体来进行实验，显然这个实验已经成功了，可他们并不罢休，又准备用我来做可控大脑的实验。我很清楚，若是这次实验也成功的话，之后就会直接往我体内注射病毒，以达成最终的成果，可控高速丧尸。好在我及时逃了出来，可惜不知道另外几位实验体现在怎么样了。我仔细斟酌着绿豆说的每一个字，心想若是真如他所说的那样，另外的实验体一旦实验成功了的话，那应该会马上投放到各个地方进行实战观察。我们得尽快建立起一个物资充足的庇护所，为一切即将来临的威胁做准备。绿豆现在已经拥有了高速移动能力，若是让他把那瓶药水送进洞外高阶丧尸的嘴里，应该不是难事。随后我便把药水的事告诉了他。绿豆听后低头说道：“在我高速豆面前都是小问题。”上集说到，第23号实验体绿豆的出现，让我们有了控制高阶丧尸的办法。随后我们便将药水交给了绿豆。洞外高阶丧尸还在用那硕大的拳头对着山洞一通乱砸，只见一道绿影闪过，原本躁动的丧尸瞬间安静了下来，随后便坐在了洞口，像极了一个听话的孩子。而此时已经完成任务的绿豆站在一旁观察着面前这个庞然大物，只见他点了点头，随后便往洞里进去了。洞内，我们吃着烤熟的猪肉，在焦急等待着绿豆的消息。随后，绿豆朝我们缓缓走了过来，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，开口说道：“高阶丧尸已经成功被控制住了，大家吃饱了的话，就准备往资源地出发吧。”听到这个消息，大家站了起来，准备向方心所说的资源地出发。只有黄毛还在自顾自地吃着。随后，我开口对绿豆说道：“辛苦了，你也一起来吃点东西吧。”话音刚落，只见绿豆一个箭步就朝着烤猪冲了过去，大口吃了起来。不一会，烤猪就被吃得一干二净。随后我们朝着物资地赶了过去。我们靠着高阶丧尸，一路上畅通无阻，即使被其他丧尸发现，想要伤到我们也是几乎不可能。就在我们沉浸在这无敌的喜悦之中，远处传来了直升机的声音。转头看去，只见从直升机上投掷下来好多东西，可距离太远，也没法看清被投掷下来的是什么东西。这时黄毛开口说道：“这投放下来的肯定是生存物资，我们赶紧过去看看吧，说不定还有更小的东西，先到先得了。”听黄毛这么说，我却有种不祥的预感，可也无法给到一个肯定的答案。就在这时，绿豆开口说道：“那飞机是艾坤集团的，他们投下来的那可不是什么生存物资，而是最新的生化研究成果。
很可能就是我之前跟你们提到过的高速可控丧尸，不过我也不敢肯定是否是这一类型的丧尸，毕竟他们同时在研究多种变异丧尸，以我们现在的装备条件，离他们越远越好。上集说到，我们去往资源地的途中，偶然发现了艾坤集团投放的变异丧尸，之后我们便马不停蹄的赶往了资源地。到了傍晚时分，我们在一处偏僻的地方停了下来。方心开口说道：“看来哥哥之前说的没错，相比其他位置，这里还是比较安全的。物资储存在这里是再合适不过了。不过已经过了这么久了，不知道里面的情况如何，大家都跟我去看看吧。”听方心这么说，那这地方暂时应该是安全的。随后我们便朝里面走了进去。进门后，我们顺着仅有的一条路一直走着，整个环境十分压抑。走到尽头后，只见沙雕电子厂这5个大字格外显眼。看样子这里之前应该是个厂房，选这样一个地方来储藏物资，红毛肯定是留了不少东西在里面。随后我们朝仓库走了进去。由于厂房面积太大，我们便分开到各个房间查看。我进入房间后，被眼前的物资给惊呆了。这里不光有食物、水源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枪械和子弹。看着眼前的物资，我激动地瘫坐在地上。要知道，自从丧尸爆发以来，我从来没见到过这么多物资。另一边，黄毛也被这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。望着面前堆积如山的大米，黄毛暗自感叹道：“这么多食物，那得吃到猴年马月啊！”此时的博士被另一个仓库里的坦克车给吸引住了。只见他来回走动着，研究着这些玩意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好东西，真是好东西啊！有了这些玩意，我们的防御力将得到大幅增强。不知道他们3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这么多东西搬肯定搬不走了，得尽快在这里建立起一道防线才是。”另一边，方心发现了数架飞机，可是凭他一人也暂时无法判断这些飞机还能不能使用。就在这时，周围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方心转头看去，却什么也没有，可耳边却传来了丧尸的声音。上集说到，到达资源地后，我们发现了大量武器和生存物资。就在我们惊喜之余，仓库外突然传来了丧尸的声音。方心转头看去，却始终看不到任何东西。可根据这声音的来源，可以判断丧尸应该就在附近。方心小心翼翼地举起了枪，突然不知什么东西从他身后闪过，再次看向那时，方心早已不见。另一边，绿豆和方心躲藏在一个房间里，绿豆大口喘着粗气，随后开口说道：“我猜的没错，果然是高速可控丧尸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投放到这边了。如果被丧尸发现的话，就完蛋了。丧尸大脑内已经嵌入了脑机芯片，这玩意会把丧尸看到的实时数据发送到总部。要是知道这里有幸存者的话，艾坤集团马上会派人过来，把幸存者抓捕过去当实验体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你先在这躲一会吧，我得出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人，不然可能闹出大问题。”话音刚落，绿豆就冲了出去。另一边，我们3也是听到了那声巨响，纷纷站在窗前朝楼下看着情况。可我朝着声源地看去，却什么也没有。正当我感到疑惑的时候，镜头里突然窜出一个绿影，我赶紧扣动扳机，可惜对方速度太快，没能打中。此时绿影停了下来，我放大倍数看去，好家伙，原来是绿豆，还好没打到，要不然直接给他送走了。我转头对博士说道：“刚才那声音不会是因为我们太过紧张产生的幻觉吧？观察了这么久，我也没发现其他什么东西的踪影。还是留个心眼吧，毕竟这样的环境不允许我们掉以轻心。现在大家暂时别分散，再等等看，如果真是丧尸的话，人多也有个照应。”此时绿豆也赶到了我们的身旁，急切地说道：“快逃！丧尸听到了枪声，已经朝这边过来了，我先去拖他一会。”话音刚落，绿豆便又冲了出去。上集说到，我的枪声把高速丧尸吸引了过来，为救大家，绿豆挺身而出，与丧尸对峙。
绿豆疯狂地奔跑着，企图将丧尸引到尽可能远的地方。可没过多久，绿豆的体力逐渐被消耗殆尽，而此时的高速丧尸也离他越来越近。只见那丧尸一跃而起，鸡头重重得砸在绿豆的身上，紧接着绿豆便摔了出去。奇怪的是，丧尸并未继续攻击绿豆，紧接着机头里传来了一阵声音：绿豆，好久不见啊！上面给你下达的任务，你为什么不执行，还私自关闭了定位器？你好大的胆子，放你出来做什么的？你忘了吗？老大可是发了好几次脾气了，今天可让我抓到你了！绿豆听后强忍着伤口的疼痛，开口说道：我只是个普通人，我不明白老大说的人类复兴计划到底是为了什么。我已经帮你们抓了太多幸存者了，可结果并不是老大所说的那样，什么狗屁为了研制这丧尸病毒的解药，不用瞒我了，我什么都知道了，这一切都是阴谋。现在我只想做个好人，为什么还要揪着我不放？早跟我说这些没用的，你已经上了这条船了，回不去了，懂吗？你只需要像我一样做好老大下发的任务。今天我把你带回去，怎么处理你就看老大的心情了。听到这几个字，绿豆脸上突然露出惊恐的表情，看来他们口中的老大应该是一位极其残暴的家伙。随后艾坤集团的飞机赶到了绿豆的位置，把他们带了回去。另一边，由于绿豆太久没有回来，我便带着高阶丧尸开始四处寻找他，而博士和方心也在抓紧布置着这个厂房的防御系统。我找了很久都没有什么发现，突然前方的一群丧尸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我举起枪对着他们疯狂扫射。等他们没了动静后，我跳了下去查看情况，看到地上的那滩血后，我心里一惊，绿豆不会是被丧尸吃了吧？可再看这周围连一点衣物的碎片都没有，随即我便否定了这个想法。如果不是丧尸的话，那很可能就是艾坤集团的人。我也不敢确定这血迹是不是绿豆的，但能把丧尸引过来的肯定是人血。只有先回去等等看了，若是绿豆再不出现的话，那我们必须得做点什么。上集说到绿豆舍己救人，却遭艾坤集团抓捕，而我出门寻找也无功而返。此时的绿豆再次被关进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实验舱里，未知的一切让他感到恐慌。只听一声门响，张坤一脸奸笑的走了进来。他是艾坤集团的二把手，说好听点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说的直接点他就是艾坤集团老大养的一条狗，从他手上过的人没有一个能有好下场，也因为手段过于残忍，众人冠予他了一个响亮的外号——疯狗。给了你一晚上的时间了，现在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放我走吧，我已经为集团做了这么多事情了，现在我只想做个好人。听到这个答案，张坤毫不留情地按下了手中的开关，只见生化舱里立马涌出一股电流，绿豆瞬间被电的发出了极其痛苦的惨叫，而张坤脸上却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随后张坤开口说道：现在只是给你一个小小的警告，我再给你一个回答的机会，若是你还没有改变的话，那后果你可想而知。话音刚落，张坤的手机便响了起来。接起电话后，里面传来了一阵声音：张坤，你小子下手可别太重，不要忘了我们留着他还有用。听到电话里的声音，张坤脸上狰狞的表情瞬间不见，随即露出一副舔狗的样子，回答道：老大，您放心，您交代的事我一定给您办好。挂断电话后，张坤抬起头对绿豆说道：今天暂且饶你一命，明天再给你尝尝其他口味。随后张坤便走了出去，只剩下奄奄一息的绿豆在这阴暗的房间里。另一边，博士用他的最新研究激光线条将整个厂房的唯一出口给堵了起来，而现在的供电系统不够稳定，这激光墙很可能出现问题，所以我们把高阶丧尸也放置在这，驻守着这个出口。距离绿豆失踪也已经过去1天了，若是他再不出现，我们决定今晚开始行动。上集说到，绿豆在艾坤集团受尽折磨，而等不到绿豆消息的我们，趁着夜色开始了行动。我们开着坦克车，沿着那滩疑似黄毛的血迹走了很久，可始终没有任何发现。
可奇怪的是，这片区域遍地都是初级丧尸的尸体，难道这里还有幸存者吗？随后我下车找了一具尸体进行查看，可结果并不是我想的那样，这些丧尸的身体上并没有人为致死的伤口，相反，这更像是被自己的同类所伤。就在我疑惑之时，突然感到背后一阵疼痛，随即我便失去了意识，栽倒在地。紧接着数架直升机就朝这里飞了过来，坦克驾驶员黄毛见状也顾不了那么多，一脚油门就驾驶着坦克飞奔了起来。艾坤集团见状，又派另一批飞机往坦克的方向推了过去。有了夜幕的掩护，艾坤集团的飞机很难跟上黄毛的坦克。此时张勋的手机响了起来。坤哥，好消息，好消息啊！刚才我们发现了大批幸存者，已经逮捕了一个了，可剩下的人配有重型坦克，我们无法持续追踪，请求支援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马上把定位发给我，我这就派丧尸军团过去。绿豆啊绿豆，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们，不就免受这皮肉之苦了。现在好了，我们又发现了一批幸存者，他们就在你被抓的地方附近，应该就是你之前那群同伴吧。飞船很快到达了指定地点，紧接着便投放下来了大量高速丧尸。另一边的黄毛已经将坦克停放到了一个隐蔽的位置，在车内观察着周围的情况。就当他以为已经甩开艾坤集团时，高速丧尸突然扑向坦克，而黄毛也是被吓了一跳，赶紧按下开火按钮。只见炮弹从管道中飞速穿过，打在了丧尸身上，丧尸的身体也被打出了一个骷髅，当场毙命。可还不等黄毛喘上一口气，又有大量丧尸相继跳上坦克。黄毛毫不犹豫地踩下油门，坦克又冲了出去。等坦克速度达到极限时，黄毛一个急刹车，利用惯性将坦克上的丧尸全部甩了下来。这一次，这群丧尸彻底没了动静。情况怎么样了？坤哥，这小子不会已经挂了吧？从昨晚另一个部门送过来到现在一直没动静，脑部电流激活也试过了，没反应。哦，废物，一群废物！现在实验体这么紧缺，好不容易抓到一个，你们还给我把他弄死了！今天你必须给老子一个交代，不然我现在就把你送去当实验体。坤哥，您息怒，我们的药水配方都是按照您设定的比例，不可能出错。若这小子真醒不过来的话，问题肯定出现在抓捕队那边。你现在去把他叫过来，我今天就要让他尝尝工作失职的滋味。就在他们交谈之时，我缓缓苏醒了过来，也不知他们给我注射的是什么药剂，只是感觉浑身发热，好像充满了力量一样。而此时研究员也把当时抓捕我的那个人带到了这里，我只能继续躺在这里装死。坤哥，你找我？只见张坤大喝一声，从衣兜里抽出一支药水，朝着黄一男重重的扎了下去。紧接着黄一男摔倒在地，不停的抽搐了起来，而一旁的研究员也被这场面吓了一跳。随后张坤开口说道：既然抓来的人已经死了，那就用他去做活体实验吧。随后张坤便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，留下研究员不知所措的站在一旁。此时我也不装了，用力挣脱身上的束缚，一跃而起，朝着研究员就是一顿暴打。之后研究员在我的逼问下说出了绿豆的位置。紧接着我来到绿豆所在的生化实验舱前，看着绿豆奄奄一息的模样，我内心无比自责。随后我一跃而起，一拳打爆实验舱的玻璃，抱着绿豆就往外逃。而此时集团的警报也响了起来。又出什么事了？那小子醒过来了，而且好像跟变了一个人似的，速度和力量都暴涨了很多倍。我实在拦不住他。一群粪桶，集团养你们一点用都没有。张坤，你奶奶的！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居然这样对我，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，就让我来试试这最新的生化药剂吧。他奶奶的，还是来晚了一步。见生化舱里没人，张坤紧接着又追了出来，而我因为抱着绿豆速度始终比不上张坤，
狡兔崽子，有我张坤在，你就别想从我手上溜走。听到身后的声音，我心里一惊，转头看去，只见张坤双手持刀，紧跟在我身后。不愧是爱坤集团的二把手，这身手果然不一般。可我手上有个绿豆，直接跟他打也不现实。随后我便找了一个草丛，将绿豆扔了过去，转身就给了他一拳。何？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不出3招，张坤便被我按在地上疯狂摩擦。看着倒地不起的张坤，我笑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张坤的电话响了起来，我赶紧过去接起电话，里面传来了一阵声音：“你小子身手不错啊，现在张坤也挂了，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爱坤集团？”听到电话里的声音，我心里一惊，他怎么知道张坤的事？难道我的一举一动都被他监控着？随后我回想到刚才发生的事，才恍然大悟。整个集团这么多人手，唯独只有张坤来阻拦我。明明警报已经响了，却未派一兵一卒。这发生的一切都是爱坤集团故意所为，难不成他是在试探我的实力，或者是他另有所图？容不得我多想，我赶紧挂了电话，随后便带着绿豆往基地赶去。他奶奶的，怎么这电力系统又崩了？总是关键时刻掉链子。明天就得给老大汇报进度了。这个月药水的产量和合格率都提升了不少，明天老大肯定要奖励我一番，说不定心情好又给我提一级。知道张坤那小子在哪吗？你只有一次回答的机会。我不知道，我整天都在看着这条生产线，哪都没去过，没见过张坤啊。那你就去死吧。你是多么寂寞，你是多么空虚，独自在顶风中，冷风不断地吹过我的寂寞，谁能明白我？进来，出什么事了？慌慌张张的。报告老大，集团内部不知是什么原因，突然爆发了丧尸病毒，1、2层已经沦陷。我已经派了大量兵力驻守在3楼入口，可是丧尸数量太多，估计撑不了多久了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带兄弟们从后门撤退，我随后就到。奶奶的，我好吃好喝带你们，居然还能出现内鬼，我倒要看看是谁，最好别让我抓到你。兄弟们，集团今日大难在即，身为爱坤集团的一份子，我们生是爱坤的人，死是爱坤的坤，都他娘的给我杀！开门！他奶奶的，说好的生是爱坤的人，死是爱坤的坤，居然敢当逃兵，吃我一枪！一群废物，还是需要本王亲自动手。没想到苦心研究了1年半，所有的成果瞬间毁于一旦。这个内鬼若是被我抓到，我必要让他碎尸万段。鸡哥，对不住了，我就是你口中的内鬼。虽然我也不想这样，可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了，我肯定是躲不掉。今天该做个了结了，所有的事情因你而起，那就让所有的事情以你结束吧。你是有史以来第一个，也是最后一个敢在我背后捅刀子的人，去死吧！
在基哥匕首即将到达研究员的头颅之时，我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，只听一声枪响，基哥被我一枪爆头。而此时的研究员浑身颤抖着，还没缓过神来，我走到他身旁，开口向他询问爱普集团的情况。从他口中得知了集团的残余势力所在地，我立马用手机拨通了博士的电话，将位置告知了博士他们。博士等人收到信息后，也开始了最后的清洗。只见他们人手几架飞机，将大男孩陆续投放至指定地点。随着一阵阵巨大的爆炸声过后，整个集团被夷为平地。随后又将博士最新的研究成果病毒灭死剂用飞机喷洒在各个地方，而这也意味着丧尸时代的终结。